首先，我们讲一下画莲蓬所需要的画材。一是一根尖好的毛笔，中间是狼毫，周围是羊毫，然后是中号的笔。二是一个就是普通的小笔吧，这个笔要求不严，然后画莲蓬籽的时候用一点点。三是一个勾线笔，这个笔很好用，很细，然后勾一些细线用。还有一瓶胶水，胶水用一点点就行，用的很少。然后它叫透胶液，大家可以记一下。当然这个透胶液也可以不用，效果不同。还有一个调色盘，就是调水用的，因为我们用色用的很少，主要调水。还有一张卡纸，生宣卡纸，卡纸也分好多种，有的是比较便宜的，然后它这个纸是机器纸，然后效果特别差，画出来效果又一种效果。贵一点的纸，它的纸比较好，然后画出来效果又是另一种效果，墨色那个晕染啊、泼墨啊，它都比较自然。最后就是这个墨汁，它这个墨汁是市场上多少钱的都有，从几块到几百，然后我用的基本上30多块钱到100以内吧的墨汁用的都还可以，都挺好。用油烟墨，然后我们在调色盘里先倒一点点胶水，一点就行。然后把毛笔沾水，沾清水，然后把这个胶水调透。这个胶性太大了也不好，太小也不好。我经常用一个小水壶来加水，然后比较方便一些。你看，我一直在用这个盘子，然后也不洗。这次我们就不用新墨，然后就盘子剩这个墨就够我们用不完。这是刚才我们调的那一点点胶水，调一点点就行。我现在调的可能还是有点浓，浓的话就再加点水，细的话再调点胶。它是灵活的，它也没有个度，自己感觉试2次，差不多就行。你看这个浓度就这个样子吧，有一点点颜色。它的胶水是比较黄的，你看这么黄的。然后把毛笔的水分调一下，太多的话就阴得厉害，太少的话就拉出来比较干。然后用笔尖调墨，再用笔尖蘸一点点胶水，然后它有一个变化，从水到墨，从墨再到水的一个变化。用侧锋擦出莲蓬的一个顶端。它莲蓬有2个面的，看它这是一个面，然后这又是一个面，它就是一个椭圆形，后面是一个三角形。记住，一个椭圆形，一个三角形，就是几何形体，然后就很好画。我们来画它的第一个面，侧锋擦出来，擦一个。这就是它的顶面，然后带调笔，笔尖蘸浓墨，深一点的，然后为了跟它有区别，可以蘸的稍深一点。然后侧锋擦出它的另一个三角形的面，擦的同时，它要出一些干笔，它这都是湿笔的话就缺少变化。然
然后它的结构，莲蓬的结构，它还有一个这个东西，它的梗吧。然后大体的形状这就画出来了，需要我们细部就再找一下，就是这个勾线笔，把莲蓬的莲子勾出来，也是调这个剩下的这个胶水的水，再调笔。它的不够，看清晰一点吧。它这个东西可能就是含胶，可能太大了，试一下吧。大的话就加点水。然后它这样画的话很别扭，我就喜欢把这个画稍转一下，然后这样画的比较顺手。先勾莲子，把镜头放低一点吧，看得清楚一点。能看得到吗？能啊，可以。莲子就是半圆形的，一个半圆，然后就是错开，不要直着勾一排，要往上勾，错开。对，错开，然后还是错个交叉，就是在它空隙里勾这个莲蓬，也不用太规律。其实你勾的越自然越好，它没有什么东西是一模一样的东西，大自然中东西，大自然中这种。我一边画一边讲，如果大家有不清楚的话，就可以打电话问我，或者私信发信息，都是可以的。我信息的话，我看到就回，如果急的话就给我打电话。现在这个莲子就基本上就这样穿插着勾，有大有小，勾好以后，我们需要把它的顶部的面儿，然后给它圈出来。然后我就换这支毛笔吧，这是小一点的毛笔，中号的。然后把这个拿掉，把这个放到这里，因为我这里有胶墨，什么墨都有。你看这都干掉了，它就很浓的墨，很黑很黑的。也可以准备一点纸，然后就是调一下笔上的纸。画的话就是围绕这个莲子，到莲子的地方把它躲出来。它这个真的莲蓬也是这样的，它就躲出来。然后就是莲子它在一个凹陷的一个里面长的，把这个凹陷的这个画出来。
其实都是这种普通的，我们可以画一个黑的，它表示这个莲子没长大，或是被鸟吃掉了。然后我把这个笔用清水洗一下，洗干净。现在就是清水洗过了，你看没有颜色。再蘸很淡的墨，来把莲子的底端染一下，就是画一笔，表示它有一点点立体感。然后把莲蓬再抻一下，还是这支笔用笔尖蘸墨，然后把从这个三角的面的顶部把它抻一下，它趁湿的话就有一种破墨的感觉，就是浓破淡的感觉。都是笔尖，我画画一般的都用笔尖蘸墨。然后这个形基本上就出来了。然后我们就用这个很细的小笔，把它勾一下，勾莲蓬中间这个线褶皱，它有一条线。勾这个莲蓬线的时候，每一个空隙啊，也不用勾的一模一样大，它本来自然的东西也不是一样大的。我看有的画画就是画什么都一模一样，画莲子也是每个莲子都一样大，然后就不自然。勾好这个时候呢，它没有干，然后这个莲子啊，它由于湿的原因跑的会有一点跑形，然后我们可以再画一遍，把它画的再明确一些。这个时候叫浓破淡，你现在的时候笔上的墨比较浓一点，然后落在淡的墨上，它也会有一种自然渗透的破墨的变化。大体的这个落墨好以后啊，哪个地方啊画的不是很满意，还需要自己再去整理，然后把笔洗干净。比方说我感觉这个地方应该再重一点，然后我在笔尖蘸浓墨，再来上一笔。干了看效果。我们抬高一下来画这个杆儿，莲蓬的杆儿。
然后把盘子放到这里，朋友们还可以看见我调色。现在花杆的话，我们就不要用胶了，然后就是还是这个尖号笔，用小号的花杆，先用清水把毛笔洗湿，然后吸取多余的水分，蘸上淡墨，拿近一点吧，蘸上淡墨，然后笔尖蘸一点点浓的墨。画莲蓬杆要中锋行笔。什么是中锋行笔呢？有一些初学者不懂，就是这个笔尖呢，在行的当中，在这个毛笔的中间，叫中锋行笔。这个笔莲蓬杆往哪里走啊？往这里走也可以。这样吧，往下走吧。花杆的话，我表现的不是很明显，因为我表现的很明显的话，这个画画的都不是很好。就现在讲的话，就没有平时画的好。为什么？我讲一下啊。你看行笔的话，这个地方可以慢一点，然后不要画太直，因为它自然的东西它都是有曲的。像那个中通外直，不慢不直。中通外直这个荷花的杆呀，它没有那么直的，只是一种表现，只是作者的一种赞美的一种方式。然后从深到浅，然后再到干，有湿到干，这个地方都很干的，看一下。它这是为了追求变化，有深浅的变化，有湿干的变化，就是浓淡干湿。画好这个杆以后，我们趁湿。还用这个小笔吧，然后把它洗干净。洗笔的视频我不给你们放了，就是在清水里面洗干净，然后吸取多余的水分，用笔尖拿近一点吧，看着清晰。用笔尖蘸一点点，调一点点深的墨，然后来点这个杆上的刺。大家都知道荷花杆上有很多刺，点，要错开交叉聚散，多少大小，不要点的都一样排列，就不好看。你看它现在还没有干，然后我点这个点的话，它就会渗透，就会有一个变化，这个是比较好的。干的话就没有这个变化。这个点完以后呢，我们再画这个莲蓬的干须。有的人说莲蓬干了它就没有这个须了，其实刮风大的话就刮掉了，有的它长得比较结实，刮风刮不掉，它还会有一些。就是没有，就是干的莲蓬它没有这个须的话，它那个你画上也无所谓，画嘛怎么好看怎么画，也不一定说我就要按真实的那种画法来画，只要画面舒服，感觉舒服就行。现在是调焦墨，就是最深的墨，而且这个莲蓬整体的用墨给人的感觉比较湿润，所以说我们这笔调的很干，要干一点，画出来有对比。因为莲蓬的墨色也挺淡，所以说我们要画的浓一些墨。这个笔很细，你想画粗也画不出的，对吧？如果你用这么粗一个毛笔画这个丝的话，你就怎么画也画不细了。但是行笔的时候尽量保持中锋行笔。
就是毛笔尖呢，在这个你画的线的中间，干了的花蕊点一下。等我们大的落墨弄完以后啊，画完以后啊，我们再需要哪里不舒服，还需要再整理一下。现在我们再用这个小笔尖蘸胶墨，就是最深的墨、最浓的墨，来点莲子上的那个尖。它这个尖呢很提神，一点出来这个脸盆的立体感，马上就会很强很多。大家看啊，点的时候就是说也不要乱点，尽量就是点了以后，点的这个点很好，就像那个尖上长，就像枣尖上长的那个尖子一样。它现在还没有干，干了点是最好的，现在还湿呢。等它干透以后再点这个底儿，这个地方干了，有的地方干，有的地方湿。看这个地方，它已经阴的很平均了，然后我可以用浓墨给它破一下，它的立体感更强，然后墨韵更丰富。脸盆基本上就画完了，然后看一下细节。我拍个照片，然后先存一下。